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不上镜背后谜团，镜头为何体现不了他的帅气？有些人一进镜头就像被按了缩水键，真人站在眼前却完全不是一回事。程毅就是很典型的那个例子，路人原本只是围观热闹，真见到人，评价常常会拐个弯。从也就那样一下变成还真挺帅。香港街头拍受访时，周围站满了等着看热闹的粉丝，连路过的人都被带着停下来。等程毅穿着戏服一出现，旁边的人反应几乎都差不多，先愣一下，再把嘴里的话咽回去，最后才慢慢承认，确实有点东西。上海那次也一样，有阿姨先是觉得大家追得太夸张。等真见着本人，态度立刻松了，语气也从挑剔变成了惊讶。这样的场面一多，很多人就会冒出同一个疑问：为什么他真人这么好看，照片里却总像少了点味道？答案其实没那么悬。镜头最擅长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把人压平。人眼看人，不是只看一个点，你看到的是他的脸、动作、站姿、眼神变化，甚至是他朝你走过来那一瞬间带出来的情绪。可相机不管这些，它只截取一帧，把原本会流动的东西硬生生停住。一个人在现实里好看，往往靠的是连贯的气质，到了照片里，气质被切成静态画面，剩下的就只是一张脸。更麻烦的是角度，人在现场看一个人，眼睛会随着他移动，自动找最顺的那个角度。相机不会，它往往是从一个固定位置把人框进去。离得太近，鼻梁、下巴、脸颊之间的比例就容易被拉得不自然。焦段不对，脸会显得更宽，立体感也会被吃掉。很多人自拍时觉得自己突然变样，并不是错觉，而是镜头真的把一些细节重新分配了。现实里看着顺眼的脸，一旦被广角对上，常常就不那么讨喜了。灯光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人站在街上，脸上会有自然的明暗过渡，轮廓不会那么死。到了镜头前，如果光线不合适，阴影位置一变，整张脸的鼓点就会乱掉。好演员在剧里常常特别出彩，不只是因为长相本身，而是因为他们恰好遇到了会照人的灯。侧光能把下颌线挑出来，逆光能把轮廓从背景里分开，柔一点的光又能把原本偏硬的骨相压住，显得更有亲和感。你以为你在看脸，其实你先看到的是光。程毅这类演员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他的好看不是那种一眼就用夸张感压住人的类型，而是越看越有层次。这样的脸在真人状态里很占便宜，五官、骨相、表情变化全都能被看见。可一旦被按成平面，最容易丢的恰恰就是那些细节。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，往往不是惊艳的夸张，而是越看越顺。这种顺，在照片里最容易被忽略。照片要么太满，要么太空，少了呼吸感，就很难把这种耐看传出来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明星总被说真人比镜头里好看。张国荣、尊龙这样的人，都常被见过本人的人反复提起。照片已经很好看了，但本人更难忘。不是镜头拍错了，而是镜头只能拍到一部分。它能留下皮香、轮廓、妆发，却很难留住一个人说话时的神态，转身时的轻重，笑起来时眼角那点松动。真人的魅力，很多时候就藏在这些不会被定格的地方。所以，所谓上镜，并不只是长得好看这么简单，它更像是一种被镜头翻译的能力。同样一张脸，在静态里会不会变形？在光线下能不能站得住？在远近和角度变化里会不会散掉？有人天生适合定格，有人天生适合流动。程毅显然更偏后者。他在镜头前也能好看，
只是那种好看往往要靠更合适的焦段、更对的灯，也更需要一个会抓神态的瞬间。说到底，镜头不是照妖镜，它只是会挑东西。它挑得太快，很多细节来不及进画面；它挑得太狠，真人身上最有味道的部分就被删掉了。路人站在街边一眼看呆，照片前却还要犹豫半天，这种落差并不稀奇。你觉得是镜头没拍好它，还是镜头本来就只能拍到它的一小部分？